身体的剧痛让我瞬间清醒，我发现自己砸在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身上。我本是一棵开枝的兰草，上一瞬还在为躲避天道雷劫飞至皇城附近，想靠皇室气运庇佑逃过天罚。同一时间，苏宁芷被庶妹苏雨然伙同未婚夫顾子轩诱至山顶，趁其不备推落悬崖。恰逢我急需肉身避祸，便顺势钻入这具躯壳，借尸还魂。我下意识地摸索着身下，入手是紧实的胸膛和滚烫的温度，混着浓浓的血腥味。摄政王，原来你在这里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追杀半年的任务总算成了。杀手挥剑直刺过来，我本能地往男人怀里死命钻，那道追杀我的天雷也尾随而至。那道紫雷竟不偏不倚劈在了举剑的杀手身上，瞬间将人劈成了人形焦炭。天啊，吓死宝宝了！果然是皇室气运能护佑我，这大腿一定要抱好。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我一把拍开他掐着我脖子的手，手掌径自贴在他流血的伤口上，嘟囔着：“别动，这里漏了，我给你堵上。”我催动体内草木之力，掌心透出淡淡的清凉，顺着伤口钻进去，看着伤口的血渐渐止住，我才松了口气。还好，这点本事还在，那股萦绕在我周身的兰草香气也随之变浓。我能清晰感觉到怀里男人紧绷的肌肉慢慢松懈，连呼吸都平稳了些。他低头逼视着我，眼神晦暗不明，语气里带着探究。你在对本王做什么？此时山路上传来嘈杂的人声，还有苏雨然那装模作样的哭腔。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你可别吓我！就见苏雨然和顾子轩带着家丁跑来，可看到弟的尸体后，脚步猛地顿住。苏宁芷，你方才还寻死觅活，转眼就跨在男人怀里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苏雨然和顾子轩身上飘着浓郁的黑气，那味道就像沤烂了的肥料，臭得我皱紧眉头，胃里一阵翻腾。我懒得理这两个人，反倒往男人怀里倒去，把脸埋进他胸口。我满脸嫌弃，瓮声瓮气的告状：“这两个人身上好臭，别让他们过来，离我远点。”姐姐，你怎么堕落成这样？还不快过来！苏雨然痛心疾首，伸手就想来拉我。快跟我回家，向世子请罪！一直沉默的男人突然抬眼，那眼神里的狠厉像修罗恶鬼。苏雨然的手瞬间僵在半空，连哭腔都咽了回去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男人将我搂得更紧。滚！再往前一步试试！顾子轩被这气势镇住，却还强撑着面子喝问：“你是何人？竟敢插手我国公府的家事？”男人嗤笑一声：“他是本王的救命恩人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”我粘在他怀里，被他抱上马车。我困得眼皮打架，无意识往软处滑去，脸颊蹭了蹭他的大腿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睡了过去。迷迷糊糊间，感觉他浑身僵住，还将手落在我发丝上方，才还凶巴巴的，真是奇怪。车辆停靠在永宁侯府外。哎呦，我的儿，怎么衣衫不整的回来了？传出去可怎么做人哦？萧爵没放我下来，径直坐入主位，眼神冷得像刀。本王的恩人，谁敢知会？我转向柳氏，一眼就看见柳氏头顶的黑气比苏雨然那两人还浓，忍不住皱眉嘟囔：“又臭又丑，和那两个人一样。”柳氏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不敢在萧爵面前发作。萧爵嘴角微勾，把我放下，临走前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像在看自家物件。深夜，我坐在房间内，丫鬟翠儿端着一碗黑汤进来，眼神闪烁：“二小姐，夫人特意让人给您熬的鸭精汤，快趁热喝吧。”我一眼就看见药碗里飘着的丝丝黑气，腐臭味刺得我鼻尖发疼。柳氏果然没安好心，我没接碗，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手，一丝灵力没入她体内，轻声说：“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”翠儿把汤放在桌上，愣了一下：“哎，眼睛怎么花了一下？二小姐到底喝没喝药呢？”我看着窗台上枯萎的君子兰，眼底掠过一丝冷意，怎么这人比虫害还可怕？原主的记忆翻涌，无数的画面映在我的脑海。当年父亲借口延续香火纳了柳氏，柳氏产下长子后便野心膨胀，下毒害死了身为正室的母亲。如今长了家，更是一心想置我于死地，好让自己的女儿苏雨然顶替我的婚约，攀上国公府的高枝。胸口猛地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，那是原主残留的绝望与不甘在横冲直撞。我捂着心口，感受着那股浓烈的怨气，在心中郑重许诺：继承了你的肉身，你的仇便是我的因果。你且安心去吧，那些害你的人，我会亲手将他们连根拔起，以此祭你在天之灵。我们草木法则向来直接，谁想害我，我便先夺了谁的养分。摄政王府里，萧爵沐浴后躺在床上，鼻尖却萦绕着淡淡的兰香，是我蹭在他身上的味道。他烦躁坐起，摸出衣襟里卡着的一片兰花瓣，凑到鼻下深吸，那香气瞬间抚平了他的暴力，眼底却翻涌起占有欲。他声音沙哑，暗卫立刻跪地。
仔细查苏宁止的过往，再派人12时辰盯着侯府。本王的药引子少一根头发，就让整个永宁侯府陪葬。长姐苏清瑶快步走向我，小妹，你可有受伤？长姐我很好，你放心，那对母女伤不到我。周身的兰香不自觉散开，看着长姐紧绷的眉眼渐渐舒展，疲惫也消了大半。长姐，姐夫带你可好？平平、安安可好？这次怎么没带过来？苏雨然就扭着腰走过来，目光落在长姐头上的银簪上，眼唇假惊。哟，大姐姐这簪子还是3年前的。姐夫若是拮据，妹妹有一些闲置的首饰，姐姐拿去用，别丢了侯府脸面。父亲看着长姐简朴的装扮皱眉，不仅不斥她的无礼，反倒瞥了长姐一眼，满是嫌弃。你嘴巴里好臭，不是柳氏给长姐许配的清流世家，现在你又嫌弃清流世家清贫，你们母女装什么呢？长姐戴什么样的首饰，她自己喜欢就好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全场瞬间安静，落针可闻。苏雨然脸涨得通红，手里的手绢拧成一团，泪眼盈盈的装可怜。爹爹，你看姐姐她。父亲，淑妹欺负长姐，她心里长了杂草，再不拔要烂根的。牙尖嘴利的，我定要你好看。我指尖微挑，窗边绿萝的藤蔓突然伸长，悄无声息绊住她脚踝。苏雨然面向下摔倒，门牙磕在红木椅腿上，血流不止，半颗牙都崩飞了。我拍着手笑，看，坏心眼儿，遭报应喽！父亲勃然大怒，扬手就要打我，长姐一把拉过我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此时门外突然传来高喝：摄政王府有赏！摄政王府总管带着侍卫抬着箱子进来，皮笑肉不笑地看向父亲。王爷有令，苏二小姐是王府贵客，谁让她不痛快，便是让王爷不痛快。这些伤药与花草，是王爷特意赏给二小姐的。父亲的手僵在半空，冷汗直冒，连忙回应：是。他最近走了什么狗屎运？怎么这么好福气？处处有摄政王护着。哼，你等着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却闻到箱子上有萧爵的龙涎香，那是顶级养料的味道。王府总管老脸一红，躬身退下。萧爵在暗处阁楼听着暗卫禀报，指腹摩挲着扳指。暗卫话音刚落，萧爵低笑一声，眸底翻涌暗火。小家伙，喝成这样，明日宴会，本王亲自喂饱你。苏雨然坐在房间内，对着镜子看着缺牙的自己，眼中全是狠毒，取出一包药，阴狠咬牙。苏宁止，明日宴会，我定会要你身败名裂。侯府花园赏花宴上，花团锦簇，宾客环坐。姐姐，之前是妹妹不对，妹妹向你赔罪，姐姐喝了这杯酒，就原谅了妹妹，可好？牡丹花叶轻轻摇摆，向我传递酒里有毒的信息。我看向酒杯，果然飘着淡淡黑气，比上次那碗药还浑浊。我当即手腕一软，酒杯顺着我的手落下，整杯酒全洒在了他精心准备的如意百褶裙上。我无辜地眨眨眼，妹妹这是做什么？想用酒水洗澡吗？宾客们面面相觑，苏雨然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攥着拳头强忍怒火。是妹妹大意了，姐姐，快陪我去后院更换衣服。我被苏雨然拽到后院，我趁苏雨然不备，狠狠地踩在他的脚背上，趁着他抱脚惨叫之际，转身就跑。可刚刚离苏雨然太近，不小心吸入了他身上沾染的香粉，原来他还做了2手准备。此刻的我浑身燥热干渴，像被烈日暴晒的草木，急需冷水浇灌。我凭着对精纯灵气的直觉，跌跌撞撞冲进假山。凛冽龙涎香混着寒气扑面而来，是萧爵。原来萧爵因为头疾发作，怕被人看到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躲在这里想缓一缓，等好点再出去。我瞬间像找到救命稻草，不管不顾地搂住他的腰。好凉快好香的大冰块，我能感觉到他周身的戾气在消散，也能察觉到他的痛苦在被我的兰香抚平。苏宁止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玩火？不玩火要喝水。快，姐姐衣衫不整地跑了进去，这地方偏僻，背不住藏着什么野男人，大家快跟我进去，别让姐姐铸成大错。你不要空口诬陷，小妹不会有事的。我被吵得一哆嗦，习惯性往他怀里缩。萧爵听着外面的污言秽语，看着怀中受到惊吓的我，他非但没推我，反而解下玄色大氅将我裹紧，长臂一伸，霸道地把我护在身后。下一秒，假山入口的帘子被猛地掀开。大家快看，果然有男人。他的声音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一样戛然而止。原本准备看热闹的众人看清那个男人后，全部都跪了一地，齐声高喊：参见摄政王殿下。求生欲让我从后面抱住萧爵，把滚烫的脸贴在他冰凉的脖颈处轻蹭，发丝扫过他的脸庞，我明显觉察到萧爵浑身的僵硬。大冰块，帮我赶走这些臭苍蝇。赶走了，
我就给你闻香香开花花。萧绝抱起我，原本要爆发的力气竟然瞬间消失了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神志不清的我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又玩味的弧度。苏三小姐之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苏雨然顿时连滚带爬的磕头，额头都磕出了血。臣女该死，臣女有眼无珠，臣女不知殿下在此，臣女这就自罚。话音刚落，清脆的巴掌声就接连响起。他竟真的很命扇自己嘴巴。萧绝又将我拖起，包裹进宽大的玄色大场中，路过脸色铁青僵在原地的顾子轩时，他直接视而不见。萧绝抱着我，把我送回房间，轻轻放在床上。我鬓边的发丝早已被汗水浸湿，几缕黏腻地贴在脸侧，原本规整的发髻也已松散，更添几分凌乱的迷离。领口在不经意的拉扯间划开，锁骨微露，汗珠顺着脖颈缓缓滚落，狭小的空间被浓郁兰香填满，甜得发腻。萧绝将我抵在床边，原本冰冷的凤眸里烧着两团失控的火，呼吸都带着热度。萧绝指尖轻轻摩挲我的嘴唇，目光锁死我，我被他看得浑身发烫，药效还没退，脑子晕乎乎的。要先喝水，喝饱了才开花。萧绝俯身凑近，唇停留在我的脸侧，炽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边。要命！萧绝在我耳边低语，声音暗哑，喉结滚动。屋外突然传来暗卫急促又压低的声音。暗卫在门外低语：王爷，侯府后院突发异动，靖远侯世子被人套麻袋扔在了马厩，衣服上有植物捆绑留下的痕迹和汁液。我发间呆毛晃了晃，满脸懵懂。屋内的兰香与龙涎香交织，空气灼热的发烫。知道了，再谈。萧绝的脸离我极近，俊美眉眼间染着几分失控的红。闻香香，开花花，继续。我下意识缩了缩脖子，能清晰感觉到他身上的气场有多危险，可他周身萦绕的精纯灵气又让我忍不住想凑近蹭一蹭。我大着胆子往前凑了凑，在他唇角飞快吧唧亲了一下。给你盖个章，你就是我的专属靠山了，不许再凶我。萧绝明显愣了一瞬，随即低笑出声。他没再步步紧逼，反倒俯身在我锁骨处轻咬了一口，留下个浅浅的红痕。记住，这是本王的印记，以后离顾子轩那些人远点，别让本王烦心。萧绝刚离开，柳氏就带着一众婆子围了上来，满脸怒容。我没来得及抚平锁骨处的触感，就撞见柳氏杀气腾腾的模样。她叉着腰，声音尖利刺耳，恨不得让全府都听见。陆宁旨，你竟敢背着顾世子去勾引摄政王，败坏侯府名声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去家庙反省，省得丢尽侯府的脸面。我心里门儿清，家庙偏僻荒凉，他这是想把我扔在那儿自生自灭。我悄悄动了动指尖，方才在门口顺手沾了些草籽，此刻正好派上用场。我没跟他废话，只暗中引动灵气，低声道：让他尝尝滋味。柳氏名贵的云锦衣领里就钻进了细小的草芽，痒意瞬间炸开，他猛地尖叫起来，双手疯狂抓挠脖子和脸颊。痒，好痒，我的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强压下笑意上前询问：母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染上了风邪？你别过来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来人，快把这个人给我绑起来！我几经挣扎，双手还是被绑在了身后，被人推着踉跄着往前走，落魄而狼狈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前院管家气喘吁吁地冲进来，脸色惨白，话都说不连贯。顾世子带着退婚书闹到前厅了，还说要当众揭穿二小姐的丑事，让侯爷给个说法。我正了正被绑着的双手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被推去前厅，指尖突然察觉到草木传来的预警，苏雨然藏在暗处，手里还攥着一包粉末，正偷偷往前厅方向挪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发间的呆毛轻轻颤了颤，萧绝的气息居然还在侯府外没走。侯府前厅，顾子轩将退婚书狠狠拍在案上，满脸鄙夷。苏雨然缩在角落，袖口紧攥着药粉，眼底藏着算计，却没察觉裙摆还沾着残留粉末。我被推进前厅，刚进门就听见顾子轩拔高声音对着父亲叫嚣：侯爷，苏宁只与摄政王不清不楚，搂搂抱抱，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子，我顾家绝不敢要。这婚书今日必须退。孽女，你给我跪下！我被推的脚步踉跄，被两个婆子一脚踹在腿窝，趴婚书被摔在了我的脸上，砸乱了我的发髻，刮花了我的脸。退婚可以，但你得先说清楚，前日是谁约我去断崖，又伙同苏雨然把我推下去的？你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自己水性杨花，故意引摄政王亲近。我挣扎着将袖口里的玉佩扔在地上。这是你推我时从腰间滑落的吧？上面刻着你的私印，要不要我差人送进宫，请皇上评评理，顾世子是如何谋害侯府小姐的？顾子轩瞬间慌了神，
额头冒出汗珠。苏雨然急忙上前打圆场，脚步却因裙摆残留着的药粉有些虚浮。姐姐，你怎能冤枉世子？定是你捡了玉佩故意栽赃。他说着就伸手去抢玉佩，想销毁证据。我侧身躲开，同时暗中催动灵气，将他袖口的药粉引了些出来，刚好落在他自己裙摆上。苏雨然顿时浑身燥热，脸颊涨得通红，眼神变得迷离。哥哥，好热，抱抱我。全场瞬间哗然，宾客们交头接耳。顾子轩又惊又怒，伸手去推苏雨然，却被他死死缠住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妹妹这是干什么？难不成和顾子轩早就有了首尾？怪不得你俩狼狈为奸，伙同对方陷害我，是不是早就想等害死我之后自己取而代之？柳氏顶着满脸抓痕匆匆赶来，看清场面后气得眼前发黑，指着苏雨然半天说不出话，又不敢当着宾客发作，只能急得直跺脚。顾子轩被缠得脱身不得，又怕事情闹大牵连国公府，正想求饶，前厅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冷冽的嗓音，瞬间压过所有嘈杂。本王的恩人岂是你说退婚就退婚的？顾世子不给个说法就想走？萧绝身着玄衣，缓步走入，宾客们见状纷纷噤声，齐刷刷跪地行礼。长姐随着摄政王一起进来，扑到我身边，帮我解开绳索，伸手将我揽入怀中。小妹别怕，长姐在。我因被家人陷害而凉透的心瞬间回暖，揉着被勒疼的手腕，依靠在长姐肩上。萧绝径直走到我身边。顾世子，退婚书，本王看该削的是你顾家的爵位才对。顾子轩吓得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。他配不上我，我要找的是能让我安心待着不受人欺负的人。萧绝低头看向我的眼神藏着浓得化不开的笑意与占有欲，随即抬眼看向众人，声音掷地有声。好，这婚本王做主就给二小姐退了。苏二小姐性情通透，本王倒觉得合心意，从今日起她由本王护着。顾子轩吓得魂飞魄散，趁着侍卫拉扯苏雨然的空档，连滚带爬地冲出前厅，再也不敢回头。柳氏和苏雨然面如死灰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安心待在本王身边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长姐含泪看着我轻语。小妹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。我正要回应，指尖突然察觉到院外草木的剧烈异动，那些埋伏的黑衣人竟已经动了。侯府前厅外，黑衣人刚冲至近前，便被萧绝和暗藏的暗卫利落解决，动作快得只剩残影。萧绝强压着不适攥住我的手腕，拽着我往侯府深处的幽僻花园快步走去。他的手劲极大，攥得我腕骨生疼，显然是在强行忍耐某种痛苦。刚躲进假山后，他高大的身躯晃了晃，随即反手将我死死抵在粗糙的石壁上。原本清冽的龙涎香里，竟混进了浓重的血腥味，还裹着一股诡异的腐朽气息，那是就毒发作的味道。我虽不懂医术，却能凭本能感知到这毒素在一点点侵蚀他的气息，连周身的灵气都变得紊乱。滚远点儿，苏宁芷，趁本王还认得你是谁。他浑身滚烫，贴得我皮肤发疼，像揣了一团即将炸开的烈火。我非但没退，反而踮起脚尖凑近他颈侧。我眨巴着眼睛，语气真诚又直白。王爷，你体内的旧毒发了，得赶紧治，再拖下去身子会垮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伸手便去扒他领口的衣襟，想稳住毒素，得先碰到伤口。萧绝竟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任由我掀开衣料，露出胸膛上那道狰狞发黑的旧疤。我指尖轻轻点在疤痕上，催动体内灵力，指尖泛起淡淡的幽绿荧光，一股清凉的生气顺着经络钻进他体内。同时，我周身的兰香也不自觉浓郁数倍，既能安抚他躁动的气息，也能辅助压制毒素。萧绝原本按在我肩颈处的手猛地收紧，变成轻柔的摩挲。这香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别乱动，我在帮你稳住气息。你现在气息太乱，跟快枯萎的草木似的，周围原本枯黄的杂草竟肉眼可见的反青，脚边甚至有几朵野花受灵气滋养，飞快绽放开来。他非但没松开我，反而栖身逼近，张嘴在我锁骨处轻咬了一口，还是之前那道红痕的位置。以后这种事只能对本王做，你这身味道，若敢让别的男人闻到，本王就剁了他。我吓得赶紧收回灵力，不满地瞪他。正跟他拉扯间，我敏锐地察觉到不远处花丛后传来一丝恶意。我侧头余光一瞥，果然见苏雨然躲在回廊柱子后，双手死死绞着帕子，眼神毒得像要把我生吞活剥。我心里冷笑，顺势往萧绝怀里一倒，声音软乎乎的。萧绝低笑一声，顺势将我打横抱起。他显然也察觉到了暗处的目光，脚步故意放慢，姿态亲昵的刺眼。我趴在萧绝肩头，冲着苏雨然藏身的方向无声勾了勾嘴角。萧绝抱着我缓步走出假山。苏雨然在柱子后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甲深深掐进帕子，极度使他面目扭曲。远处
暗卫递来手势，示意残余黑衣人仍在潜伏。危机未消，萧绝抱着我刚走出假山，苏雨然便带着柳氏堵在花园门口，两人脸上堆着刻意的笑意，与方才的怨毒判若两人。苏雨然端着一盘桂花糕，笑得温顺又谄媚，活脱脱一朵精心装扮的白莲花。姐姐，方才是我不懂事，惹你和王爷不快了。苏雨然凑上前来，把糕点盘往我面前递，甜腻香气里藏着一丝极淡的苦涩，是断肠草的味道。我心头一凛，本能的警觉起来，周遭草木也传来细微的预警信号。妹妹竟这么有心，我正想着吃点东西呢。我故意催动灵力，震了下身形，脚下被石子绊住，身子一歪，整盘桂花糕在空中划出弧线，精准砸在苏雨然脚边。一旁苏雨然的宠物狗见糕点落地，便一口叼走一块吞了下去。雪球，不要！为时已晚。雪球口吐白沫，四肢抽搐，两眼一翻，晕死过去。柳氏的脸白得像纸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我受到惊吓，立刻缩着脖子躲到萧绝身后。妹妹，这糕点不是给我的吗？狗狗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这糕点里有毒？萧绝原本温和的神情瞬间阴沉，狭长凤眸如利刃般射向苏雨然母女。好大的胆子啊！本王刚护下的人，你们就敢下死手？看来这永宁侯府的规矩，依本王看要改改了。苏雨然吓得腿一软，扑通跪在地上，浑身抖如筛糠。王爷明鉴，是这狗自己乱吃东西，不是毒，真的不是毒啊！不是毒。萧绝冷笑一声，笑意不达眼底。那就请三小姐把地上剩下的糕点全吃了，以证清白。王爷饶命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，是厨娘，一定是厨娘下的毒。好，那就把厨娘带来试吃吧，三小姐亲自喂她。苏雨然胡乱把糕点塞进厨娘的口中，看着不断抽搐的厨娘和早已僵硬的狗，吓得两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柳氏想上前扶，却被萧绝的气场震慑，动弹不得。萧绝嫌恶地瞥了一眼晕倒的苏雨然，弯腰再次将我打横抱起。他低头凑近我耳边，温热呼吸扫过颈窝，激起一身鸡皮疙瘩。这破地方满是阴私算计，乌烟瘴气，确实不适合养你。那要去哪儿？我想找个安稳的地方待着。萧绝看着我这副没心没肺的模样，眼底划过无奈又宠溺的笑意，大步朝府外走去，声音掷地有声，震得在场下人鸦雀无声。我缩在他怀里，听着他沉稳的心跳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是要带我去侯府前厅提亲。侯府前厅外，萧绝抱着我大步流星走了进去，正坐在主位喝茶的永宁侯手一抖，滚烫茶水全泼在了裤裆上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却碍于萧绝的气场不敢吭声。顾子轩也坐在侧位，脸上还带着未散的狼狈，显然是没彻底走远。见萧绝满身煞气地抱着我进来，永宁侯顾不上擦拭裤上的茶水，连滚带爬地迎上前。王爷，可是这逆女冲撞了您，微臣这就把她拉下去，家法伺候，绝不让她再冒犯王爷。本王是来提亲的，声音不大，却像惊雷般炸在前厅，震得众人头皮发麻。永宁侯张着嘴，下巴都快合不上，满脸难以置信。提亲？娶她？王爷，您可知苏宁只是出了名的性子怯懦，而且她还是我的未婚妻。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，抱着我的手臂又紧了紧。你的未婚妻？方才她在花园险些被人下毒灭口时，你在哪儿？既然永宁侯府护不住她，也容不下她，这人本王要了。你们的婚约不是被你退掉了吗？世子难不成是得了健忘症不成？下毒？永宁侯大惊失色，转瞬却眼珠一转，显然想把这事含糊过去。王爷误会了，定是府里下人失手了。要说婚配，小女才配得上王爷，这宁芷性子呆愣，实在不妥。我缩在萧绝怀里，听着他把我和苏雨然当成货物般权衡取舍，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。我悄悄扯了扯萧绝的衣领，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嘀咕：要是真去你府里，能让我安安稳稳待着不？有地方晒太阳就行，我不挑吃食。他低头看向我，眼底的冰霜瞬间化作无奈又宠溺的暖意。自然呢，本王府里的暖阳只给你一人晒。顾子轩脸涨得通红，又气又急，不甘心地想上前争辩，却被萧绝一瞪，踉跄了几步，直接跪了下去。从今日起，苏宁芷便是本王认定的摄政王妃，谁若再敢动她一根头发，不管是侯府之人还是暗处鼠辈，本王便让他和这永宁侯府一起寸草不生。说罢便抱着我转身就走，步伐决绝，气场全开。我趴在他肩头，余光瞥见暗处的黑衣人悄悄退去。刚走出侯府大门，我突然觉得头顶发沉发痒，灵力一阵紊乱，竟要控制不住又要冒出呆毛了。
快上车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得躲一躲。萧绝低头看我，捂着头慌乱的模样，眼底闪过一丝误解。这么急，还没回王府，倒是等不及了。我满脸窘迫地瞪着他，想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。马车旁暗卫们垂手屏息，假装看不见。远处黑衣人仍在暗中窥探。马车驶入摄政王府正门，朱红大门缓缓闭合，暗卫悄然退至暗处。你是这府里唯一的女主人，不必向任何人行礼。语气里的笃定让我心头一暖。入府第一件事，他便是带着我走到开阔主院。全仙了，王爷，这白玉砖是先帝御赐，万万动不得啊！萧绝没理他，转头看向我时，眼底的冷硬瞬间化作温柔。换成土，去寻天下最好的领土运来，再把府里的奇花异草都搬过来。王妃喜欢草木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这王府以后全凭王妃做主。我顺势抱住他的胳膊蹭了蹭比起冷硬不透气的白玉砖，松软的泥土才让我安心。萧绝你真好，那些石头踩着都不舒服，哪有泥土实在？周围侍从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大抵是从没见过有人敢这般对摄政王放肆。萧绝嘴角噙着笑意，反手扣住我的腰，将我带进，语气带着纵容：只要你不跑这王府，任你折腾。我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。白天最惬意的事，便是赖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有时靠在石椅上，有时干脆坐在铺好的领土边，浑身都透着舒展。府里丫鬟私下议论说，新王妃性子怪，要么对着草木发呆，要么对着花丛轻声呢喃，像是在说悄悄话。我不是发呆，是在感知草木的气息。那日我蹲在墙角，指尖轻碰一株狗尾巴草，轻声低语：昨天有没有陌生人翻墙进来？草叶轻轻晃动，细微的灵气传递来讯息，只有隔壁院的大黄狗来撒过尿，气味刺鼻得很。我正要起身，却一头撞进了一个温热的怀抱。萧绝刚下朝，周身萦绕着朝堂的肃杀气，眉宇间压着散不去的疲惫与阴霾，连气息都带着几分焦躁。在和草木说话？他没有觉得怪异，反而蹲下身与我平齐，指尖轻柔地替我摘去发梢沾着的草叶，动作温柔。他们比人诚实，不会藏着心思，是不是心情不好？皇帝为难你了？萧绝眼底闪过一丝戾气，转瞬又被无奈取代。他缓缓将头抵在我的颈窝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在汲取安抚人心的力量。我周身的兰香正本能的溢出，悄悄包裹住他躁动的气息。一群言官被蛊惑，弹劾我拥兵自重，奢靡无度，连我给你翻修院子换领土的事都被拿来做文章，说我为了女子荒废朝政，是祸国奸佞。我抬手，像安抚闹脾气的人一样，轻轻揉着他竖得整齐的发顶。他们就是嫉妒你护着我，谁敢为难你，我就让院里的藤蔓绊得他们出洋相。萧绝被我的话逗笑了，他抬起头，原本阴鸷的凤眸此刻盛满细碎光亮，指尖摩挲着我的后颈，力道带着不易察觉的占有欲。想帮本王？当然想。我重重点头，护短的心思占了上风，全然没察觉他语气里的深意。原来有人护着的感觉是这样的，真好。萧绝轻叹，像是说给自己听。他俯身，温热的唇瓣若有似无地擦过我的耳垂，声音暗哑的蛊惑人心。宁芷，你的香气能定我心神，也能还我旧伤。这几日头疾发作的厉害，今晚你帮本王好好治治可好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转身看下萧绝。没问题，我今晚一定帮你稳住伤势，让你舒服些。好，那本王就在房里等候王妃帮我治疗。说罢，他起身替我拢了拢衣襟，转身离去。我敏锐地察觉到他体内几处旧伤仍在隐隐作痛，那是战场留下的沉疴，也是那些人敢对他下手的底气。他们想慢慢耗死他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，掌心萦绕着淡淡的绿意灵气。萧绝给了我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我不能只做依附他的草木。若想护得住这棵大树，我必须变得更强，才能真正的帮到他。夜幕降临，满月高悬，清辉洒满庭院。我深吸一口带着草木与月光的气息，周身萦绕着清冽兰香。抬手推开了萧绝的房门，寝殿内烛火跳跃摇曳，龙涎香混着淡淡的兰香在空气中弥漫，氛围暧昧又浓稠。萧绝半倚在床榻上，玄色衣襟松垮的敞着，露出了精壮却布满陈年旧疤的胸膛。可我望着那些疤痕，心头却莫名一紧，能留下这样的伤，当年定是受了致命之痛。过来。他开口，声音低沉暗哑，尾音裹着不易察觉的紧绷，像是在极力压抑着翻涌的情绪。我爬上床榻，跪坐在他身侧，掌心悄悄凝聚起淡淡的翠绿灵力，缓缓敷向他胸口那道颜色最深的疤痕。可能会有点痒，你忍着点，
我帮你稳住那里的气息。灵力顺着掌心缓缓渗入他体内，我凑得极近，垂落的长发随着细微的动作，不经意地扫过他的脖颈与锁骨。萧绝原本平放在身侧的手猛地抬起，一把扣住了我的腰。别动！我有些不满地蹙眉，正要嗔怪他打乱我，眸中翻涌着炽热的情绪，浓烈的几乎要将人焚烧殆尽。阿芷，你可知在男人床上这般模样意味着什么？我被迫趴在他胸口，鼻尖萦绕着他身上龙涎香与自身气息交织的味道，安心又清冽，意味着能快点治好你的伤啊。等你好了，我明天就能安心在院子里晒太阳了。萧绝显然被我的回答噎了一下，眼底翻涌的欲色生生顿住，随即被无奈又宠溺的笑意取代。他低头，温热的唇瓣带着轻微的惩罚意味，在我耳垂上轻轻咬了一口。小没良心的，满脑子就只有晒太阳。本王想要的是你，你却只惦记着院子里的暖阳。晒太阳才能攒足力气，才能护着你呀。别分心，你心绪太乱了，是不是那些人又惹你烦了？指尖刚触碰到他眉心的瞬间，灵力便顺着触点蔓延开来，不仅清晰感知到他体内旧伤的隐痛，更意外接通了周遭草木的讯息。墙角的芭蕉树在吐槽，听说了吗？那群坏老头要把西北大汉的锅扣在摄政王头上，说他是灾星。我的动作猛地一顿，眼睛瞬间亮得惊人。原来如此，这群人是想借着天灾人祸断了萧绝的后路。怎么了？可是耗损过度。萧绝，我知道怎么帮你打那群老坏蛋的脸了。萧绝伸手替我拢好凌乱的衣襟，指尖带着温柔的力道。哦，本王的爱妃，这是要替本王出头了。你就等着看好戏，我来帮你，看那些老狐狸还怎么栽赃你。说完，我便跳下床，赤着脚就往门外跑。萧绝望着我仓促离去的背影，低头瞥了眼自己仍未平复的气息与紧绷的肌肉，无奈的长叹一声，眼底却盛满了前所未有的纵容与期待。我望着满园草木，掌心的绿意微微跳动。我站在月光下，运用灵力连接花草，收到了整个京城里的植物传递来的嘈杂讯息。牡丹跟我说，刘尚书在地窖藏着3万石红薯种和粟米，却要上奏折逼摄政王下罪己诏。老槐树告诉我，老国公勾结工部吞了水利银子，竟敢说旱灾是王爷杀孽太重。我将这些消息如实告诉了萧绝。真的是花草告诉你的这些消息？好，阿芷，我信你。第二天的金銮殿上，百官朝拜，太监高喊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皇上，西北恶殍遍野，皆因天怒人怨，恳请王爷退位让贤，以平天分。萧绝端坐摄政王位，面沉如水，指尖轻扣扶手。你说赈灾无粮，你在京郊西山废庄内藏着的红薯和粟米，难道是喂老鼠的？胡说，京郊西山早已废弃，并无粮食。萧绝随即起身，玄袍翻飞，霸气凛然。报，刘尚书西山废庄查出3万担红薯和2万担粟米。报，国公府查出官银20万两。报工部尚书府查出官银10万两。方才叫嚣的大臣们个个垂手屏息。一群贪官，你们就是这样为朝廷效力的？都听着，查抄之物充公，用于赈灾。西北之困可解，令留红薯1万石为种，只需3个月便可成熟，可保灾民过冬无忧。谁还敢说是本王引来天罚？这时，一封匿名信被悄悄送出。萧绝刚回王府，就将我抵在了门板上。他指尖滚烫，顺着我的脖颈往下滑，惹得我浑身发颤，本能的想缩手。立了大功，本王该怎么赏你？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几分暧昧。能不能建个琉璃暖房，好让我冬天也能暖暖的晒太阳？低头在我唇上狠咬了一口。苏宁芷，你是木头做的？我捂着嘴委屈不已，心里嘀咕，我本来就是草做的。这时，院子里那棵秃枝老柳树突然疯狂摇摆着玉颈。怎么了？就是觉得家里的杂草有着碍事的连根拔起了。次日，我特意只带了一个丫鬟上街，刚走到朱雀大街，喧闹的人群骤然死寂，气氛诡异的吓人。就是她，那个妖女，旱灾就是她招来的，还故意藏起粮食显摆妖法。烂菜叶、臭鸡蛋劈头盖脸砸过来。苏雨然则一身素白站在高台显眼处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姐姐，你认了吧，我不怪你用邪术，可别拿百姓性命开玩笑。你去太庙贵族749天散了妖力，大家会原谅你的。我站在风暴中心，看着飞来的烂白菜，心疼得直蹙眉。这白菜还没死透，根还在呼吸，怎么能这么糟蹋？我正想召唤藤蔓把这些浪费食物的人捆起来，找死！下一秒，我落入一个坚硬温暖的怀抱。萧绝身着玄色蟒袍，单手接住石头，掌心内力一震，
石头瞬间化为齑粉。他周身杀气翻涌，阴鸷的凤眸扫过全场，方才群情激愤的百姓吓得纷纷跪倒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本王的王妃，本王都舍不得动一根手指头，你们这群蝼蚁，嫌命长。他的声音冷得刺骨。王爷，她是妖女，会害了您的。妖女？他将我紧紧按在胸口，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低头在我耳边撕磨，声音却传遍整条街。说他是妖，本王便是魔，妖魔绝配，正好祸害苍生，谁敢有异议？我趴在他怀里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又想开花了。回府途中经过一条暗巷，一棵老槐树突然拼尽全力晃了晃枯枝。小兰花，快跑！你的气息和当年那个女人一模一样，他们在你茶里下了那种毒，就像毒死你娘一样。我瞳孔骤缩，娘，毒杀！原来这具身体的母亲所谓的病逝竟另有隐情。那棵老槐树凄厉的声音像把带锈的锯子，锯得我脑仁生疼。娘亲，原主残留的记忆碎片像炸开的烟花，瞬间充斥脑海。萧绝察觉到我的惊慌，马上抱住了我，滚烫的内力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。阿芷，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方才那群人伤到了你？本王这就去下令把他们……不是他们。萧绝，带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永宁侯府后花园那棵老槐树下。我要去挖化肥。萧绝勾唇一笑，那笑容邪似又宠溺，低头在我额间落下一吻。好，便是你要挖了永宁侯的祖坟，本王也给你递锄头。萧绝抱着我直接飞身翻墙进入永宁府后门。萧绝抱着我又飞向槐树下，这时一株狗尾巴草看到了我，狗尾巴草马上把证据被埋的地方告诉了我。我嘴角微抽，看来这侯府的花花草草都知道柳氏干的缺德事。怎么了？萧绝见我停步，以为我害怕。别怕，今日谁敢拦你，本王便让他变成这园子里的肥料。萧绝，我转过身，双手环住他的脖颈，踮起脚尖，鼻尖蹭着他的下巴。一会儿不管我挖出什么，你都不许嫌脏。除了你，本王看什么都脏。来到那棵老槐树下，我蹲下身，听着老槐树的诉说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原主一直在装傻充愣，在暗夜里孤军奋战，却最终没能逃过毒手。一股无法遏制的怒意在我胸腔炸开。我没用铲子，掌心微动，泥土下的草根仿佛听到了召唤，迅速松动泥土，拱出一个深坑。萧绝抽出腰间软剑，几下便替我挑出了一个密封的青瓷酒坛。是这个？他问。我点头，正要伸手。大半夜的，哪来的野猫在后院叫唤？给我乱棍打死！母亲，姐姐刚在大街上勾引摄政王，说不定是回来偷东西，贴补野男人呢。我抱着满是泥土的酒坛，缓缓站起身，看着火光逼近的那群人，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。萧绝慢条斯理地收剑入鞘，单手揽住我的腰。阿芷，看来你的肥料自己送上门了。是啊，夫君，既然他们这么想念这个坛子，不如我们就当面开封，请他们尝尝这陈年好酒。柳氏带人冲进院子，摄政王。我指尖轻轻一弹，酒坛风泥碎裂。母亲，这坛女儿红你埋了10年，该出土了。宏伟的金銮殿上，气氛压抑的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。王爷，苏氏母女纵然有错，但这般公堂之上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萧绝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我的一缕发丝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本王的王妃身子娇弱，受不得这殿上的寒气。怎么，刘御史也想让本王替你暖暖？刘御史看着萧绝腰间那柄饮血无数的软剑，瞬间噤声，冷汗湿透了后背。我缩在萧绝怀里，偷偷冲那老头做了个鬼脸。带上来。萧绝一声令下，披头散发的柳氏和苏雨然被禁军拖了上来。冤枉啊！陛下，那酒坛里装的只是女儿红，是苏宁芷这个妖女陷害我，她被妖孽附体了。妖孽！我轻笑一声，从萧绝怀里挣脱出来。母亲，植物是不会撒谎的。这坛子里的陈年鹤顶红，哪怕过了10年，在我的鼻子里也臭得像烂掉的死鱼。一株虚幻的幽兰在我身后若隐若现，我将指尖的一抹绿色灵光弹入酒坛，刹那间，一股肉眼可见的黑气从坛口喷涌而出，那是积攒了10年的怨气与毒性。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在他的视角里，那些黑气化作了原主母亲七窍流血的脸，正向他索命。我说，是我下的毒，是那个贱人挡了我的路。还有苏雨然，要是他去买的，别杀我！苏雨然吓得瘫软在地。摄政王，念在柳氏是永宁侯府主母。主母？萧绝冷笑，铮一声脆响，那尚书头顶的乌纱帽被剑气削成2半，落在地上。本王的王妃说是毒杀，那便是毒杀，谁敢求情，同罪论处。
小皇帝坐在龙椅上瑟瑟发抖，赶紧下旨：柳氏毒杀正妻，罪大恶极，赐鸩酒，即刻执行。庶女苏雨然知情不报，助纣为虐，发配边疆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不要啊！我是未来的世子妃，我不要去边疆。苏雨然随即便被禁军像拖死狗一样拖了下去。苏宁芷，你不得好死！柳氏，下辈子做棵草吧，做人你太失败了。大殿散朝，群臣退避三舍。萧觉抱着我上了王府的马车，阳光洒在他冷峻的侧脸上。大仇得报，阿芷打算怎么谢本王？我鼻尖突然嗅到一股熟悉的、带着苦涩药味的气息。等等，萧觉，快停一下！我飞奔下马车，循着气味跑向王府外墙的角落。那里，一个衣衫褴褛、满身伤痕的女子正缩在阴影里哭泣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破碎的玉佩。我冲过去，就在快到王府的转角处，那里缩着一团单薄的身影，不是长姐苏清瑶是谁？长姐曾是苏家最有才情的姑娘，嫁与清流世家的赵梦雨时，虽赵家家境贫寒，两人也算是郎才女貌。后赵梦雨考取探花郎，夫妻恩爱，儿女双全，日子虽不富裕，胜在温馨。长姐，阿芷，阿娘的仇你给报了，阿娘可以瞑目了。阿芷，快跑，赵家的人要来了。我心头一紧，那股护短的本能再次炸毛，刚平息的杀意瞬间翻涌。几个凶神恶煞的恶奴簇拥着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追了过来。那男人酒气熏天，眼神浑浊，正是姐夫的族叔赵德昌。臭娘们，苏家都倒台了，你那毒妇母亲都被处死了，还敢跟老子装千金大小姐？见到赵德昌，苏清瑶浑身颤抖。藏什么藏？赶紧把怀里的玉佩交出来，正好抵老子的赌债，不然今天我就替孟雨休了你，把你扔去窑子里抵债。那一刻，我体内的怒气疯狂蹦动，指尖已然凝聚起翠绿的藤蔓灵力。可我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一道黑影便如鬼魅般从旁掠过，快得只剩残影。啊，我的腿！他抱着扭曲的右腿在地上翻滚哀嚎，冷汗瞬间浸透了衣衫。萧觉缓步走了出来，一身玄色蟒袍，纤尘不染。本王的王妃，本王平日里说话都不敢大声，就怕吓到她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她面前吠？赵家的恶奴们看清来人，吓得扑通一声齐齐跪倒在地。我快步上前扶起长姐，她的身体还在不住颤抖。我悄悄将指尖抵在她的掌心，精纯的草木灵力顺着她的经脉缓缓涌入，一点点修复着她受损的内脏和皮肉。赵德昌，今日我便告诉你，现在我的长姐归摄政王府罩着。萧觉走到我身后，自然地揽住我的腰，大掌在我腰侧轻轻摩挲，宣示主权的意味浓烈，得让人窒息。王妃的长姐便是本王的长姐，即刻抄了赵家，男丁流放3000里，女眷贬为庶奴。至于你说的休书，不必写了，今日起是苏氏休夫。长姐呆呆地看着我，又看向萧觉，原本浑浊暗淡的眼睛里重新聚起了光。求摄政王救命！我家公爹及家中老少20多口，都被这赵德昌派人给关押了起来，只有我一人逃出来找人救援。萧觉雷霆出手，不仅彻底清算干净赵德昌一派的势力，还顺势拔除了朝堂上的几处隐患，顺带将长姐夫家的地位稳固下来。阿芷，你变了，不再是从前那个需要人护着的小丫头了，你现在能撑起一片天了。长姐，往后有我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待马车驶远，我才转身坐回萧觉的马车里。马车内空间逼仄，萧觉突然轻身压了过来，手臂撑在车壁上，将我牢牢困在他与车壁之间。那股熟悉的龙涎香霸道地侵占了我们的呼吸，裹着他身上独有的冷冽气息。阿芷对长姐倒是格外温柔。他手指卷着我的一缕长发，语气里竟泛着一丝陈年老醋的酸味。又是耗损灵力疗伤，又是放狠话护着，对本王怎么没见你这般上心？王爷这也要吃醋？本王就是小气。刚才那赵德昌看你的时候，本王就想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。阿芷，你是我的，连你看长姐眼神太深情，本王都嫉妒。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颈窝，激起一阵战栗。突然，头顶传来一阵奇怪的瘙痒，像是有嫩芽要破土而出。我慌乱地推拒着萧觉的胸膛，指尖都在发颤。萧觉，别闹，我好像有点不对劲。马车内的空气像凝了胶，只剩我头顶那2片嫩芽风晃，竟像寻到了养料似的，一个劲往萧觉身上蹭。完了，这下真成妖怪了。萧觉，你不会找道士收了我吧？听说火烧特别疼，要杀给个痛快行不行？萧觉瞧着我这慌乱模样，眼底笑意却越来越浓。他那双惯于杀伐的手，此刻竟温柔地抚上我发顶，
指腹轻轻蹭过翠绿的嫩芽。傻瓜，哪有这么香的妖怪？若妖怪都长你这样，本王早踏平妖界，把你抢回来填后院了。别摸，痒。马车刚停稳，我的身子突然腾空。王爷，王妃这是……管家刚迎上来，就被萧绝一记冷眼逼退。王妃累了，谁多嘴，舌头就别要了。一进寝殿，他便把我放在榻上，体内灵力乱冲乱窜，浑身燥热难耐。我攥住他冰凉的手掌，贴在发烫的脸颊上，舒服的轻喟一声。萧绝，我其实是猪化型的兰草，不是人类，你怕不怕？萧绝将我圈在榻上，鼻尖抵着我的鼻尖。怕？本王见惯了人心鬼月，还会怕一株只会往怀里钻的小草？既然是草，就该懂想长得好，得有人浇灌。浇灌。本王这身龙气够不够你这小妖精吸的？红帐翻涌，一夜旖旎。我总算懂了浇灌的意思。我迷迷糊糊只记得他一遍遍在我耳边低语，唤我阿芷，又软声叫我小兰花。第二天，萧绝醒来时，怀里的我没了踪影，枕头上只剩一株通体晶莹的双色兰，叶片舒展着，花瓣还人性化的卷了卷，像在伸懒腰。昨晚累坏了，连人形都维持不住，这一戳把我惊醒，砰的一声青烟升起，我瞬间变回人形。不许看，变身超费体力的。好，不看。不过阿芷，你这变本体的本事倒方便，以后本王想藏你，就把你揣进袖口里。原先只有小溪流般的灵力，经昨晚一夜浇灌，竟成了奔腾的大江大河。我猛地转头盯着他，眼神瞬间变了。王爷，今晚还浇花吗？王妃若想，本王随时奉陪。我心里算盘打得噼啪响，重修成仙指日可待，正美滋滋盘算着，门外传来暗卫急促的敲门声。王爷，宫里出事了，小皇帝急召，说御花园的百花一夜之间全枯萎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暗叫不好，昨晚是不是吸得太猛，把皇宫的风水灵气都吸干了。昨晚把萧绝当人形充电宝，吸了一宿，竟顺带吸干了皇宫御花园的灵气。此刻我坐在大梁最高的观星楼顶，指尖晃着半杯桂花酿，脚下是万家灯火，头顶是一轮圆月，风有点烈，吹得我这兰草本体只想打颤。怎么刚充完电就唉声叹气？他剥了颗晶莹的葡萄递到我嘴边。御膳房的月饼不合口，月饼太甜，我想喝露水。这里的月亮虽大，却透着冷。以前在深山，每逢中秋，老槐树爷爷给我讲故事，小松鼠送我松果。那时候的月亮照在身上，暖乎乎的。可现在，我倒像个借尸还魂的异客。萧绝剥葡萄的手一顿，眼底掠过一丝复杂难辨的情绪。他忽然伸手，连人带裹着我的长衣，将我揽进怀里，下巴抵在我发顶。阿芷觉得这皇宫冷。我5岁那年中秋，母妃被赐死，我就在这观星楼的角落躲了一整晚。那天月亮也这么圆，外面野火喧嚣，我却只听得见老鼠啃木头的声响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要把这天下踩在脚下，再也不让这皇宫冻住我。我愣住了，平日里杀伐果断、能吃小儿夜啼的摄政王，竟也有这般孤苦的过往。一股兰花香气不受控制的溢出，那是兰草本能的治愈之力。以后不冷了，我是兰草，能光合作用发热。往后你的每个中秋，我都陪着你。萧绝垂眸看我，眼底的寒冰在兰香中寸寸消融。我望着他近在咫尺的俊脸，脑子里那根弦突然断了。他此刻情绪波动极大，周身龙气岂不是爆表了？不惜白不惜。我心一横，踮起脚尖，对着他冰凉的薄唇就贴了上去。萧绝瞳孔骤缩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一股纯正的纯阳龙气顺着唇齿涌遍四肢百骸，爽得我差点现形开花。点完火就想跑，苏宁芷，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蜻蜓点水的试探瞬间变成狂风暴雨的掠夺，他反客为主，舌尖撬开我的防线，既要夺走我的呼吸，又要将我灵魂里的兰香尽数占有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国公府世子顾子轩在府门口跪着说要见王妃最后一面，不然就撞死在门前。萧绝猛地松开我，眼底玉色瞬间转为嗜血寒芒，拇指重重擦过我红肿的唇瓣，冷笑一声：好得很，本王没去找他，他倒敢来坏兴致。顾子轩这货根本就是块甩不掉的烂狗皮膏药。萧绝黑着脸，单手将我裹进大氅，像抱个圆滚滚的蚕蛹似的，大步流星往府门口走。顾子轩跪得格外凄惨，衣衫单薄地缩在地上发抖，摆明了要借着月色演一出浪子回头的戏码。见我被萧绝抱出来，他眼里先闪过惊艳、嫉妒，随即涌上贪婪。阿芷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你若不肯认我，我便跪死在这儿。阿芷，是我糊涂，先前信了你庶妹的谗言，
如今国公府落难，我才懂唯有你对我是真心。这是你当年送我的定情信物，你忘了吗？萧绝扣在我腰间的手猛地收紧，勒得我都觉出疼来。我盯着那块玉佩，原主的零星记忆闪过，但作为一株有洁癖的兰草，我本能地往萧绝怀里缩了缩。顾世子，你这玉佩上又有胭脂味、赌坊烟草味，还有烂泥的腥气，太臭了，别熏着我的王爷。顾子轩脸色骤僵。阿直，你说的都是气话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只要你求摄政王帮国公府脱困，我许你平妻之位。平妻？萧绝怒极反笑，笑声里满是寒意。顾子轩本王捧在心尖上，连重话都舍不得说的人，你也敢让他做你的平妻？王爷，这是我与阿芷的私事，他的事就是本王的事。阿芷，告诉他，我是你的谁？你是我唯一的夫君，是我专属的阳光雨露。至于他，就像花盆边抢养分的杂草，看着就碍眼，让人心烦。夫君，把它拔了好不好？哼，你竟如此绝情！是你先想把我做成花肥的，如今我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，还想我帮你？做梦！没听见王妃的话，把这株杂草扔远些，别脏了王府的地。另外传令，谁若敢帮国公府，便是与本王为敌。萧绝，你不能！苏宁芷，你会后悔的。顾子轩的哀嚎声渐渐远去，我松了口气，刚想从萧绝怀里下来，却发现双脚依旧悬空，他把我抱得更高了。转身走向府外的马车，而非卧房。夫君，渣男都走了，我们去哪儿？萧绝低头，鼻尖蹭过我的颈窝。方才被那杂草坏了兴致，又听你说心烦，既然需要阳光雨露，府里施展不开，带你去京郊温泉别院，那儿水好，这回没人能打扰本王给爱妃浇水施肥。完蛋，玩脱了，这回兰草真要被浇透了。马车一路疾驰，颠簸的我这株嫩草都快散架了。这一路，他看我的眼神像盯着块现成的红烧肉，看得我心里发毛。萧绝说到做到，真把我扛来了京郊的温泉别院。我也顾不上矜持，作为一株离土许久的兰草，温泉水虽带着呛鼻的硫磺味，腾腾热气里的灵气却是极好的滋补品。夫君，这水是不是太烫了？我扒着池壁，看着冒白烟的池水，心虚地缩了缩脚趾。兰花洗阴凉，你这是想煮兰花汤吗？萧绝已褪去外袍，单衣浸在水里，紧紧贴着凉凉的胸腹，勾勒出令人脸红的线条。他大步跨进池中，水波一荡便到我跟前，长臂一伸，直接把想爬上岸的我捞进怀里。水烫，本王替你降温。他低笑一声，冰凉指尖划过我的脊背，激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为了不被煮熟，我下意识调动灵力净化水质，幽蓝光晕在水底散开，浑浊的泉水瞬间澄澈。阿芷，你好香，香的本王想一口吞了你。怎么这么急着开花？宁芷，我们生个小宝宝吧，像你一样的小兰草。我脑子还没转过来，腰间的手愈发滚烫，却察觉到甜腻的暧昧气息里混进了一丝冰冷的金铁煞气。有虫害！几乎同时，数道破空声撕裂水雾，几支泛着幽蓝毒光的利剑从四面八方射向池中的萧绝，眼看毒箭要刺中他后心。谁准你们动他？无数兰花花瓣凭空出现，在我周身高速旋转，利剑撞在盾上，发出金石脆响，随即被柔弱的花瓣狠狠反弹回去。岸边传来几声闷哼，刺客被自己的剑矢反噬倒地。阿芷！萧绝惊怒的吼声在身后响起。护盾碎裂的瞬间，我体内精气神被抽空，整个人像缺水暴晒3天的菜叶，软绵绵向后倒去。萧绝单手抱紧我，扯过岸边外袍，将我裹得严实，另一只手凌空一抓，地上断剑便飞入手中。竟敢伤害我的阿芷，一个都别想走！萧绝把刺客全都解决，周围彻底死寂。苏宁芷，你敢枯萎试试？本王就烧了天下所有花草给你陪葬，听见没有？夫君，别烧呛得慌！我虚弱地拽住他的衣襟蹭了蹭，等醒了，定要那老妖婆连本带利还回来。我浑身酸软无力，整个人被萧绝抱在怀里，往慈宁宫前进。萧绝，你敢带兵闯哀家寝宫，是要谋逆造反吗？我勉强掀开眼，只见殿内烟雾缭绕，中央摆着个诡异祭坛，插满发黑的旗子，还飘着一股腐臭味，像几百年烂菜叶发酵的味道，恶心至极。老妖婆，你在搞什么恶心勾当？我虚弱地吐了句槽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萧绝低头看向怀中的我，阿芷别怕，今日我就替你铲了这烂摊子。太后见形势败露，面目瞬间狰狞，
既然杀不了你，那就同归于尽。万古噬心，起！刹那间，腐臭味浓烈百倍，无数黑虫从烟雾中嗡嗡飞出，铺天盖地地扑向我们。雕虫小技！萧绝冷哼一声，长剑出鞘，剑气横扫间便绞杀一片。可那些虫子无穷无尽，还带着剧毒，沾到衣料就腐蚀出大洞。我明显感觉到他抱我的手臂紧了紧，竟是打算用肉身替我挡蛊虫。这些阴血蛊虫又丑又臭，是植物最厌的害虫。我心头一怒，猛地从他怀里探出头，感动我夫君。我咬了咬牙，冲萧绝喊了句：“接个吻。”他一愣的间隙，我已搂住他的脖子凑了上去，唇齿相触，萧绝身上精纯的龙气与阳刚之力源源不断涌入体内。我头顶瞬间浮现出一朵巨大的半透明兰花虚影，将两人牢牢笼罩。净化光合作用加强版。随着我一声低喝，虚影轰然炸开，化作漫天晶莹光点。这光点对人类是治愈圣光，对阴血蛊虫却是致命克星。黑虫一碰便化为飞灰。太后眼睁睁看着蛊虫全军覆没，祭坛也在灵力冲击下坍塌，彻底疯癫。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人是妖？我懒洋洋靠回萧绝怀里，我是你惹不起的祖宗。萧绝看着满血复活的我，嘴角勾起邪魅笑意，冷声吩咐：太后施心封魔，行五谷之术，祸乱宫闱，打入冷宫，永世禁足。禁卫军蜂拥而入，将尖叫咒骂的太后拖了下去。慈宁宫终于恢复清静，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随之水落石出。原来是太后的母族想要操控小皇帝做傀儡，因忌惮萧绝的权势，一直联合朝中政敌暗中刺杀和制造舆论，迫不得已就用上了这万人记恨的巫蛊之术。3日后，朝堂之上，小皇帝战战兢兢地看着萧绝，他却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将摄政王印随手扔在龙案上。朝堂的虫子我已替你清干净，剩下的路你自己走。说完不顾大臣们的震惊，转身就走。本王要回家陪王妃种花，无事勿扰，有事更勿扰。我趴在宫门口的马车窗边，看着他逆光走来。卸下累赘的萧绝，身姿卓绝，眉宇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。阿芷，朝堂事了了，现在该算算我们的账了。什么账？那天就你耗光我灵力，我还没要补偿呢。是吗？萧绝修长的手指慢条斯理解开我的腰带。既然灵力枯竭，为夫就带你去个灵气充裕的地方，好好给你补一补。他说的地方是深山云海间的一座别院，这里没有朝堂纷争，只有漫山奇花异草，还有一眼喷薄仙气的灵泉。我终于过上了真正的神仙日子，每日只晒太阳，饮露水，指挥萧绝给我松土浇水，惬意之极。某日午后，我躺在花丛摇椅上，萧绝正任劳任怨地剥着葡萄喂我。夫君，我想开花了。开花？好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是不是该兑现温泉里的承诺，给我生个小兰草？那是分株繁殖，很累的。无妨。萧绝低笑，眸色幽深。为夫体力好，能帮你勤施肥日夜不休。兰香与男人的低笑交织，满山草木都羞涩地合拢了叶片。我忽然觉得，做一株被人亲近温柔独宠的兰草，大抵就是这世间最圆满的修行。远处云海翻涌，近处花香弥漫。我窝在他怀里，头顶的小花苞轻轻晃动，阳光洒落，温暖如初。